说起虎式坦克，不论是军迷、游戏迷、电影迷都不陌生。作为二战期间德国工业的巅峰之作，至今活跃在影视、模型及游戏领域。其研制时间为1937年到1941年，并于42年至45年期间服役。尽管虎式坦克单体火力强大，但因其精密的设计导致产能过低，在二战期间仅生产了1300余辆，难敌同期的希尔曼和 T34数以万计的坦克规模。虎式坦克装备了一门88毫米的火炮，这门火炮在发射穿甲弹、高爆弹的基础上，可以在1000米的距离上击穿装甲，使其在当时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成为德军战场上的一大杀手锏。这也一度让当时的盟军患上了虎式恐惧症。虎式坦克的装甲极厚，战争初期具有巨大优势，其炮盾厚度可达145毫米。炮塔正面装甲及车体手上装甲都为102毫米，这使得它在战场上能够抵御大多数盟军坦克的攻击。希尔曼坦克的75毫米火炮只能在100米内击穿虎式坦克的侧面装甲，零距离也无法正面击穿，所以有了电影中绕到后面攻击屁股的桥段。虎式坦克自身重量达到56吨，虽然使用了迈巴赫12缸发动机，功率达到700马力。但过大的重量使得它的续航能力成为短板，伴随而来的还有故障率较高、维护复杂。值得一提的是，升级后的虎王坦克虽然火力增强，但动力系统不仅没有优化，反而重量高达70吨，开又开不动，拉又拉不走，修又修不好。虎式坦克采用了负重轮交错排列的设计。这种布局能够均匀分散车重，提高越野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行驶平稳。编号为131的这台坦克，正是英军在突尼斯战役中缴获的。修复完成后，在英国伯文顿坦克展示馆用于展示和性能评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操作的虎式坦克，甚至参与了电影《狂怒》的拍摄。那简单了解过后，我们就来回到玩具本身。因为变形的需要，包括整个炮塔它都是要参与到变形里的，所以呢，载具形态其实看起来会稍微有点细碎。不过每个卡扣咬合的都特别紧实，晃它没有出现松散掉件的情况。炮管呢，因为特效件的重量，晃它会有下垂的情况，但是正常把玩它的稳定性是足够的。从网上虎式坦克的图片可以看到，车体前方的手下装甲这里会加一个履带的配件。手上装甲这里会放一把小铁锹，如果能给玩具附带这两个配件，视觉效果会更好。虎式坦克一共有4个舱门，1、2、3、4，其中一个舱门还设计成了可打开的状态。我手上正好有断了半截的小人，放上去比例非常合适，而且这个舱门设计的打开方向和真实虎式坦克舱门打开方向是一致的。炮筒为金属材质，炮塔这儿有一个连杆设计，把它拉起来。这样的话，360度旋转是不会有干涉的。前面的小机枪也有还原到，而且还给它安排了特效件，并且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炮塔两侧的小炮也有还原到，它们用于抛射烟雾弹、榴弹、散弹，还有鸭弹。我们细看这些装甲上方，它还有很多装饰，包括坦克前端两侧还还原到了小灯。侧面装甲也有做到前窄后宽，这也非常还原真实的虎式坦克设计。履带刻画的非常逼真，有自然下落的效果，还有它内部的这个8对负重轮，虽然不是金属材料，但是做出了金属质感，跟履带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履带这一个区域，它刻画的锐度非常高，包括履带上这个小凸点都有刻画到，履带底端细节也刻画的非常清晰，但是履带呢是没有带轮子的。整个底盘收纳也非常的工整，坦克后部的穿帮和空洞会多一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变形环节，揪掉炮台，把坦克尾部的这个零件往下拉、旋转、放置，下拉、旋转、放置，解锁履带，这边同理，解锁上方卡扣，这边同理，履带这里松脱备用，这边也一样。手下装甲松脱，松脱侧面装甲，另一边同理，松脱坦头，拉出腿部履带，另一边同理。接下来就要展开两侧，里边分别有一个暗扣，所以拿手指头往外顶，再往出拉。
可以看到两边都有这个暗扣。展开，翻过来，我们先变上半身，折叠负重轮，外拉履带双断，上拉履带双断，推到最里边，转到正面，这儿有一个定位点，不必强行按压，翻转贴住，松脱这个卡扣，向后折，这里扣合，继续变手臂，翻起，旋转180度备用，拉出，翻出小片儿，转到侧面，双段关节往后拉，胳膊这个零件先给它翻平，这儿有一个凹槽，跟这个小片儿双动关节进行避让，小片放到外侧，把这个零件再给它打直，双段折叠，翻下盖板，翻出手腕，黑色零件放在手腕中间，扣合，翻到这边，对应卡扣扣合，拿出手指，朝内旋转，扣合盖板，另一边同理，翻、拉，双段往上抬，卡住，压下，翻折片，往后打，压下，松脱卡扣，往后折，下拉关节，双段关节后拉，推上去，打平，旋转180度备用。转到另一面，我们来变这个盖板。首先，双段关节上拉，跟这个小片进行一个避让，翻折竖起，金属连杆打平备用。按住这儿往下翻，小盖板翻起来，这一面双段关节折过来，进行对应扣合。另一面这儿有卡扣，这儿有卡扣，进行扣合。拿出手指，旋转，胳膊这儿扣合，放下，两条胳膊变形完成。拉出炮台连杆，旋转180度，转到正面，翻起，双动关节下拉，炮塔旋转一下，竖直，回正，旋转，放到一边，拉出两侧，翻出脑袋，放下，翻着盖板，旋转，收纳炮管插接，按压胸口，锁住胸前两侧卡扣，保证这两部分垂直，收纳两侧肩膀，上推背包，放平，旋转，解锁双腿，打开盖板，翻开，膝盖打平，旋转180度，抬起后半部分，打平，下翻盖板，这边也是。翻到后侧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卡扣，这儿是一个双动关节，打开这里，这个双动关节可以往里搓一下，以保证这个凸点和这个凸点跟它扣合，这个凸点起到一个放置定位的作用。下推双段关节，翻折，拿出脚后跟，翻开盖板，翻开，下翻膝盖，翻开屁帘，翻开两侧腰子，打开双腿，往上推，这边也是，保证这三个卡扣，往下放这个定位，这边也是往下放。头雕设计很独特，有一种幽灵军官的感觉。帽子是可以摘掉的，但摘掉就变成了一个光头，不好看，建议戴上。头部可以360度旋转，有轻微的低头，没有抬头。它头部这个球冠其实有点松。大臂可以360度旋转，就是会有一点嘎吱嘎吱声。
正常上台它会有脑壳稍微有一点干涉，不过呢有2个方法，一个是把这个连杆拉出来上台，几乎没有干涉，还有一个方法呢是可以把后面解锁，把这个双关节往外拉。那我们从它的胳膊下方可以看出，这边金属轴是几乎没有穿帮的，所以大家在去做手臂平台把玩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调整一下，这样的整个美型度和它的姿势会更好看一些。肘关节这儿呢，它其实是有2段关节的，一个这儿有一段，这儿有一段。我们先折第一段，第一段它是可以达到一个90度的。那如果感觉90度不够，可以再往上抬。这儿还有一段关节，手腕可以365度旋转。每根手指是由2个关节的，根部关节和第2关节。整个手掌的美型度其实是偏扁的，考虑变形时候的压扁收纳。再看手掌开模是有2个放球关的地方，所以可以看出左右手是同模。手臂两侧白色和红色涂装在整体灰色的基调上增加了一些亮色，提升了丰富度。腰部有360度旋转，是有弯腰关节的。泰格的这个变形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上半身和炮台的转换。就比如说像剑桥的老威，他是背着坦克形态的前履带。魔方的吵闹，它是背着炮台。那这个泰格的变形，它有点像王国的战戟，都是将上半身和炮台进行一个转化。我觉得这样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说到王国的战戟，其实这款泰格它跟战戟有一个梦幻联动的地方，就是在人形状态下，它的炮管都可以进行射击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玩法，这个炮筒可以插在脑袋后面的肩胛里。大腿后踢90度，前踢90度，侧踢90度。膝关节是双段关节，可以达到180度的超可动。脚部呢有左右接地，前脚掌也做了可动。但是呢，这个脚尖在把玩的过程中容易翘起来，所以在摆站立姿势的时候给它压下去，它的重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支撑力度也是足够的。整体来说，泰格的人形相比于虎式坦克带给我的刻板印象更显精瘦。我本以为它的人形更类似于电影中的探长或者是吵闹，没想到它的人形拥有粗壮的臂膀、精致的腰身、修长的双腿。其实我一开始比较好奇，为什么它的坦克形态不是和现实中虎式坦克一样的黄绿配色？直到我查阅了资料，才发现它的颜色和影视中德国军官制服的颜色非常接近。这个颜色叫田野灰。总体来说，这算是一款优秀的玩具，尤其是关节紧实度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厂家非常注重关节的设计。把玩过程中关节声音比较大，在稳定性面前不值一提。那鸭蛋建议呢，这款玩具并不适合你半夜偷偷跑到别人家玩，双形态都有很好的观赏性和可玩性，尤其是正面的亮色涂装让玩具增色不少。特效件方面，一如既往的能带给我惊喜，比如上次优思的棉花糖，这次是斧头上的火焰。只要不是偷工减料或者设计缺陷，每款玩具都有自身的把玩方式，找出其中的把玩技巧也是乐趣所在。以上呢就是鸭蛋的分享，希望对你拿到这款玩具把玩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个玩。Taking too long. A young man rhythm got a hold on me too. I got the rockin' pneumonia and the boogie woogie flu. 双形态都有很少的观赏性可玩。